青儿，你慢点儿。手上的烫伤好了吗？答应爸爸，以后可不许再这么调皮了。来，这是爸爸给你求的平安符，以后就带在身上吧。庆儿答应爸爸，爸爸也得答应庆儿，以后工作不可以这么累，要保重身体。那你就快快长大，等你接替了爸爸的位置，爸爸就不用这么累了。来，庆儿，阿姨抱你，别让你爸爸受累了。没事儿，抱我女儿永远都不觉得累。镇远，我弟弟挪用公司资金的事儿我听说了，我狠狠骂了他一顿，他也知道错了，并且把钱都补上了。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饶他这一次吧。怎么说，他也是集团副总，犯不着开除吧。正因为他是集团副总，才更应该严惩，监守自盗，其心可诛。可是，阿姨，爸爸说过，为商之道，人性为本。舅舅身为集团副总，代表的不只是他个人，更代表整个公司。如果他犯了错，还继续任用他，那岂不是会让其他人都认为爸爸的公司无诚无信？听听，你还不如个孩子。死丫头！小姐，您不是要把亲手种的花送给老爷吗？爸爸，我要送你一朵世界上最漂亮的花。好。庆儿，庆儿！再让我看到你偷拍女性，我就让你彻底成为一个废人。滚！你们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说过，没我的命令不许再来找我吗？公主，摘星宫掌管大夏龙脉，统御八方。您隐居这3年，群龙无首，属下恳请公主回归。恳请公主回归。我说过，等我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我未婚夫坦白身份后，我自会回归。现在他创业未半，志向未酬，我不想给他压力。属下正是为此事而来。南疆之主镇南王已经拜入我俩麾下，我已经告诉他，公主隐居在云城。您有任何需要，可向其出示此玉牌。我相信，以我未婚夫自己的能力，也能创业成功。不过这玉牌我还是收下了。你们走吧，以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再踏足此地。青儿，你现在在哪里呢？我跟你一样，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庆儿。可是你派了上百万人找遍全国，也没他的消息，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董事长，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当真？消息可靠吗？十分可靠，可以确定大小姐就在江省云城。哈哈哈哈哈！太好了，天不负我啊！
你怎么了？哦，我听到庆儿找到的消息太激动了。下面的人已经在逐步缩小排查范围，找出大小姐只是时间问题。好，立刻派车，我们这就出发云城。水星，我先走了。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哎。那什么，我晚上得请一个重要客户吃饭，手头不太宽裕。我早给你准备好了。创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别太累着自己。谢谢你，水星。等我创业成功的那天，就是我铺10里红妆、风光大娶你的那天。我等你。你怎么跑这儿来等我了？万一被他看到了。看到了正好，让他早点知道他就是个备胎。急什么？等我创业成功了，我就一脚把他踹了。现在我还不得指望他养着我吗？走，哥带你买最新款的包去。董事长，您就吃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卫生？吃这个怎么了？我看这家店收拾得很干净，不比那些5星级酒店差。等吃完饭，我们就四处走访，寻找庆儿。姑娘，来2屉小笼包。吴总，您吃着呢。他妈的，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鬼呀！一天天的阴魂不散。吴总，您别生气，我们也不想老来麻烦您，可这实在是没办法了嘛。我妻子那病得天天吃药，这都断月好几天了，她现在连床都下不来了，再拖下去就得出人命里。是啊，吴总，我们也是被逼得没辙了，您就行行好吧，把去年的工钱结给我们吧。我娃也马上上大学了，着急用钱啊。吴总，我们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您就帮帮我们吧。是啊，吴总，求您了。滚蛋！求老子没用，老子也没收到开发商的工程款，没钱给你们。可是开发商那边说他们已经给您结款了，还说您前几天刚提了一辆新车。我去你妈的！狗东西，你忘了自己跟着谁混饭吃的？竟然他娘的信开发商不信老子，信不信老子一句话，就让你们在整个江省工地圈吃不上一口饭。吴总，您别生气，我错了，那钱我再也不要了。好大的威风！哼！站起来！明明欠钱的是他，凭什么跪下的是你？哼！凭什么？就凭老子是天盛集团江省分公司高层的小舅子。我的天，原来是个忍不起的主啊！怪不得这么嚣张。这可怎么办？天盛集团那可是大夏首富韩振远的企业，掌握全国1半以上的产业。难怪这么嚣张，这谁惹得起啊？要是闹大了，说不定命都丢了。这个混账竟然打着我天盛集团的幌子胡作非为！董事长息怒，我这就去教训他。
已经有人先你一步了。我管你是谁的小舅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臭娘们儿，你知道得罪了老子和天盛集团是什么下场吗？你知道得罪了我是什么下场？这性子怎么那么像我的亲儿？姑娘，你快放手吧！天盛集团势力滔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得罪不起呀！姑娘，你犯不着为我们几个民工捅这么大的娄子，这钱我们不要了。你们别怕，天盛集团我也有所耳闻。据我所知，董事长韩振远为人宽厚仁义，公私分明，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属下滥用职权、贪赃受贿，更不可能纵容手下贪墨农民工工资。要是被韩董事长知道你剥削民工工资，不知你完蛋，你那个什么高层姐夫也得跟着完蛋。我在天盛总部有朋友，不信我这就打电话让他汇报给韩董事长。美女，别打，别打！我跟他们几个闹着玩呢，我就把钱结给他们，我这就把钱结给他们。那拖欠这么久的利息，结，一起结。大叔，你们仔细看看，钱数对吗？够，姑娘，我们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了。是啊，姑娘，你这相当于救了我家老婆子的命啊！别客气，举手之劳。来，坐，我请你们吃包子。亲儿，她是我的亲儿。董事长，仅凭一处相似的伤疤就断定她是大小姐，未免太过草率。谨慎起见，还是容下面的人查查再说。老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姑娘，你心地真是善良，要不是你，这钱他们怕要不回去了。小事一桩，您过奖了。老板，你这牛肉新鲜吧？您就放心吃吧，都是我一早从市场采购的新鲜现杀牛肉。为商之道，人性为本嘛。姑娘，这句话是谁教你的？是你父亲吗？我也忘记了，我记不起自己的身世了。您慢用。去查查这位姑娘还有何亲人，不管她是不是亲儿，都力所能及的帮她一把。是。董事长，查清楚了，包子铺的那位姑娘叫水欣，在云城没有亲属，只有一个一起打拼的未婚夫叫宋世贤，两个人准备事业有成后再结婚。如此踏实上进、自力更生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这2年，宋世宪的公司一直积极参与我们集团的项目竞标，但因为实力和资质太差，被我们拒之门外。这次，他也参与了我们江省一个上亿项目的竞标。哪个大企业不是从小做起的？实力弱不要紧，只要诚信负责，就一定能有所成。从韩姑娘的诚信良善来看，她的未婚夫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这次江省的项目就给宋世贤吧。是。另外，项目总投资追加到10亿。是。如此一来，创业有成，想必宋世贤和水星姑娘很快就能喜结连理了。婆婆，您大老远赶来云城辛苦了，尝尝我包的包子。叫谁婆婆呢？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一个卖包子的，配得上我儿子吗？妈，你说什么呢？阿姨，您放心，等世贤创业成功之后，我就不卖包子了。你不卖包子，你要干什么？
你想躺在家里吃闲饭吗？世贤，你看你找的这是个什么货色？你这创业还没成功呢，他就做起富太太的梦了。阿姨，我不是那意思。滚！像你这种贪慕虚荣、好吃懒做的贱胚子，我见多了。进我宋家的门，你想都别想。妈，水心，你别跟我妈一般见识，你先去忙，我跟她聊聊。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竟然看上这么个卖包子的，我不是让你找个家里有钱的吗？你真是……妈，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娶个卖包子的？我就是拿他当长期饭瓢呢。不愧是我儿子，真有头脑。我以后要娶的是天盛集团江省分公司总经理沈建安的女儿。真的？他家里能同意吗？这不说嘛，他爸嫌我出身低微，一直不同意我俩的事儿，也不肯帮我争取天盛集团的项目。世贤，恭喜你！据可靠消息，你的公司已经拿下了天盛集团在江省的10亿项目。什么？艾丽，消息可信吗？你傻呀？你忘了我爸是谁了？当然可信。艾丽，这么大的项目突然落到我头上，肯定是你爸帮的忙是吧？废话，要不是我天天求着我爸拉你一把，就凭你那小破公司，能拿下这么大项目吗？不过我爸嘴也够严的，事先一点也没跟我透露。看来你爸是认可我这个女婿了。那你什么时候跟人家求婚啊？明天，我这就预订酒店，邀请亲朋好友，明天当众跟你求婚。我现在就去跟那个卖包子的摊牌。等等，还是把他邀请到我们的订婚宴上，当众踹了他吧，好让大家都知道你跟他已经一刀两断。行，就依你。儿子，我没听错吧？你创业成功了！我拿下了天盛集团的10亿项目，我们宋家从此一飞冲天了。哎呀，太好了！我儿子终于成功了，10个亿呀，几辈子都花不完啊！世贤，你刚才说什么？你拿下了天盛集团的10亿项目？不错。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什么叫你等到这一天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妈，沁儿，我明天要举办一场盛大的订婚宴，你可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参加。创业成功，世贤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娶我，3年的等待值了。明天他向我求婚的那刻，我就将我摘星宫公主的身份告诉他。虽然10亿项目并不算什么，但也是他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肯定能减轻他跟我身份差距上的自卑感。董事长，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将江省这次的10亿项目承包给宋世贤了。董事长，他实力明显有些欠缺，您为何还要把这个项目给他呀？因为我看好这个年轻人，虽然现在实力不够，但他早晚会成长起来的。看来我猜的没错，这个宋世新跟董事长关系不一般啊。以前是我有眼不识金镶玉，看来接下来我得尽快撮合他和艾丽的婚事。你先回去吧。是。董事长，我刚得到消息，宋世贤因为创业成功，明天要举办订婚宴，当面跟水星姑娘求婚。哦，有情人终成眷属啊！那我让你调查水星姑娘的身世，调查的怎么样了？暂时还没有消息，不过我已经命人将捡到的水星姑娘的头发，连同您的头发一起送往亲子鉴定机构了，明天就能出结果。好，准备一份厚礼，明天我要去参加水星姑娘的订婚宴，
刚传来的消息，宋世贤创业成功，明天要跟公主求婚了。可惜公主说过，没有她的命令，我们不得再露面，否则我肯定要去参加。让镇南王带2件贺礼替我们去尽一尽心意吧，就说是我们的朋友。好。董事长，为避免引人注目，我们就坐在角落里吧。好。哎呦，准新娘子来了！水心，今天真漂亮啊！水心，你这么多年的付出，终于获得回报了，嫁了个如意郎君，以后再也不用跟我们回小吃街摆摊了。土鸡就是土鸡，打扮的再漂亮也成不了凤凰。谁不知道就是个卖包子的？世贤他妈啊！世贤做了这么大买卖，还娶了个卖包子的，这是多爱吃包子啊！哼，谁说我儿子要娶这个贱货了？打扮成这样，还真把自己当主角了。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个什么德行。你个卖包子的家伙，也想进我宋家的门，白日做梦！董事长，您贵为大夏首富，一旦露面，必将引起巨大轰动。而且亲子鉴定还没出来，水心姑娘是不是您一直在找的大小姐还不一定。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我们最好先别插手。卖包子的怎么了？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不丢人。再说，没有我3年辛辛苦苦卖包子资助世贤，他能有今日创业成功的辉煌吗？你资助的？我呸！这10亿项目是我儿子靠自己能力和沈小姐的帮助争取来的，关你屁事！我知道你瞧不起我的出身，一会儿世贤跟我求婚之后，我就会公布我的真实身份，到时候你只会恨不得用8抬大轿把我抬进你们宋家。你是不是脑子烧坏了，在这说胡话呢？大夏首富韩振远正在全国寻找他失散多年的女儿呢。你不会幻想自己就是他女儿吧？你要真是他女儿，别说8抬大轿了，我老婆子直接当着大伙儿的面给你磕一个。我虽不是韩振远的女儿，但是……不是，那就给我闭嘴！你一个没爹没娘的野丫头，就该卖一辈子的包子，别老做那些飞上枝头、嫁入豪门的美梦。订婚是我和世贤2个人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否定。那要是由我来否定，世贤，你说什么？我说，我妈说的没错，以你我2人现在的身份差距，你确实不配做我宋家的媳妇。可你今日办这订婚宴，不就是要跟我求婚吗？我只说让你来参加，谁说要跟你求婚了？我今日要求婚的是与我相守3年，也默默支持了我3年的沈小姐。诸位瞧清楚了，这位是天盛集团江省分公司总经理沈建安沈总的千金沈爱丽小姐，她才是我宋家的媳妇儿。你刚才说跟你相守3年，默默支持你3年的是她。不错，我们在一起3年了，他手上这戒指就是我送给他的。这3年你一直跟他偷偷交往，那你为何还要跟我在一起？我创业没成功之前，艾丽的家人一直不同意我们的事儿。我不跟你在一起，我吃谁的？我喝谁的？我用谁的钱来给艾丽买名牌包？话说回来，我还得给你道谢呢。谢谢你每天起早贪黑的卖包子挣钱，供世贤带我逛街买包、开房住店。为什么？宋世贤，你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用我最宝贵的青春陪了你整整3年，付出了我全部的真情啊！真情？
这世上最廉价的就是真情，真情换得来我这10亿项目吗？真情换得来我要的飞黄腾达吗？这一切只有艾丽才能给我。当初我真是瞎了眼，时至今日我才终于看清你的真面目。谢谢你的不娶之恩，我祝你们天长地久。贱货，你说什么？怎么，我骂的不对吗？你明知道别人有未婚妻，还恬不知耻的甘当小三，与娼妓有何区别？放肆！欠山的人是你。世贤，你没事吧？这是你当初送我的定情信物，还给你。从今以后，你我恩断义绝，把我送你的信物还给我。你干什么？干什么？听说这平安符跟你的身世有关是吧？这平安符怎么这么眼熟？你一个卖包子的贱货也敢骂我？那我就让你这个野种永远都找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不只要剪碎你的身世过去，更要剪碎你的未来明章！来，这是爸爸给你求的平安符，以后就带在身上吧。这是我给妻儿的平安符，水星为亲，她是亲，她是我韩振远的女儿。董事长，确定大小姐身份事关重大，一旦引发轰动，便覆水难收。靠一个并不算罕见的平安符判定，还是有些武断。再等等吧，马上亲子鉴定结果就发过来了。若她真是我的女儿，那任何伤害过她的人，我一个都不放过。不，这就是你们普通人的人生，廉价、脆弱，一触即碎，我弹指即可毁之。你一个没了家世背景，连自己都养不活的花瓶，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这些自力更生的人？就是，我们不偷不抢，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们？你除了出身好、家世好，你还会什么？就能泛泛。你们这些社会底层，竟然敢忤逆本小姐！艾丽，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看看，这就是你的朋友，真是物以类聚，跟你一样素质低下。你骂谁呢？我要让你们这些底层家伙再无生路！断我们生路？就你们，凭什么？就凭她是我家大小姐，就凭沈家在江省说一不二，只手遮天。这是沈家大管家张璇，听说在江省得罪沈家的人都会被他约谈，约谈完第2天就人间蒸发了。张叔，怎么只有你自己来了？我爸呢？天盛集团董事长韩董现身云城，沈总要随时等候董事长的召唤，所以今天就不过来了。哎呀，堂堂的大夏首富，天盛集团的董事长，竟然来咱小小的云城了，该不会来找他女儿的吧？应该是，
我听到一些风声，他16年前失散的女儿现在就在云城。我爸再不来，他女儿都要被人给欺负死了。向来只有我家小姐欺负别人的份儿，谁敢欺负我家小姐？这鸡蛋是谁扔的？我扔的。张叔，就是这个贱人跟我作对，他早就知道我和世贤的关系，却还恬不知耻的纠缠世贤。得知今天世贤要跟我求婚，特地跑过来捣乱。你还要脸吗？明明是你们2个人瞒着我，故意把我骗过来，欺我，辱我。欺你如何？辱你如何？只要我家小姐高兴，杀了你又如何？没错，天盛集团独霸全国，我爸身为江省分公司总经理，那就是整个江省的天。整个江省，我捏死谁都如同捏死一只蚂蚁。婷婷，沈建安区一个分公司总经理，比我这个董事长还威风。要不是我这次亲临江省，还真不知道这个混蛋一直打着我天盛集团的名后作威作福。你个卖包子的听清楚了，这就是权势。你的腰杆和你的嘴再硬，在绝对的权势面前，也得粉身碎骨。是吗？你们确定要用权势压我？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背后的权势可能比你们还要强大100倍、1000倍。世欣，你在别人面前虚张声势也就罢了，偏偏要在我面前自取其辱。我跟你在一起3年，你是个什么货色，我还不清楚吗？虚荣心嘛，倒也正常。越是你们这些底层人，越会做那些自己是豪门千金大小姐，走失流落市井的美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位只会做梦的千金大小姐到底出身于哪个豪门？来人，我把这位千金小姐的衣服扒了！真是岂有此理！董事长，不管水晶姑娘是不是沁儿，今天这事儿我都管定了。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水星姑娘就是您的女儿，她就是16年前失散的大小姐。你确定？千真万确。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动手！想动我韩振远的女儿，也不掂量掂量你们几斤几两！你一只我手底下奴才家的狗，竟然也敢咬起自己的主人了！你刚才说什么？你是个什么人？我是水星姑娘的亲生父亲。老先生，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你的右手上有一块烫伤伤疤，这个平安符就是我在你烫伤后送给你护佑你平安的。还有，你的名字不叫水心，而是单名一个沁字。你怎么知道？我之前派人从包子铺捡取你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这是刚出来的结果。你真是我爸！16年了，爸爸没有一天不想你，也没有一刻放弃过找你。原来我也有父亲，我不是孤儿。这些年你受苦了，从今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辱你分毫。你是说他就是个无父无母的野种吗？对啊，这该不会是你为了你那可怜的自尊心从哪儿雇来的野爹吧？放肆！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天盛集团的董事长韩振远，韩董。大夏首富韩振远，看来传闻不假，韩董真来云城找女儿了。没想到水仙姑娘就是韩董失散多年的女儿。您就是韩董事长？
这个卖包子的真是首富的女儿？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假冒的，他一定是假冒的。还是我家小姐明察秋毫，韩董事长确实在云城不假。可是今天一早，我家老爷沈建安沈总就已经蹲守在韩董下榻的酒店等候召唤。如果韩董亲临此地，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哼，他算个什么东西？我去哪儿还要跟他汇报？装的倒挺像，可惜你这身行头出卖了你。韩董事长那是何种身份？怎么可能会穿成你这种穷酸样？是啊，这穿的确实有点寒酸，手上连块像样的表也没有，该不会真是冒充的吧？你知道冒充韩董是什么下场吗？还有你这个贱人，雇人冒充韩董更是罪该万死！来人，把他们给我抓起来！与我父亲无关，有什么冲我来！倩儿，你再不用只身面对这世上的狂风暴雨，从今以后，有父亲为你遮风挡雨。在动手之前，你们何不先打电话跟沈建安核实一番？若我真是韩振远，你们几个有几条命够死的？艾丽，我看他气势不凡，我们最好还是先跟你父亲确认确认吧。好，我这就给我父亲打电话，让你们死得心服口服。喂，爸，你现在在哪儿呢？女儿，爸今天过不去了，我正在董事长下榻酒店的1楼大厅等候呢。那你等到韩董了吗？没呢，韩董今天一整天都没下楼。爸，你确定韩董现在还在楼上吗？废话，韩董不在，我等在这里干嘛？可是这里有个衣着寒酸的糟老头子，自称他就是韩振远韩董，还自称是卖包子这个贱人的亲生父亲。什么胡说！我今天一整天都守在这里，韩董压根就没出过门，而且我刚上去看过，他的几个贴身保镖全部都守在套房外面。看来我猜的没错，他果然是冒充的。混账！竟然敢冒充大夏首富，简直是不知死活！艾丽，你把他们抓起来，我这就赶过去，将他们带回来，交给韩董亲自处置。好，您把他们交给韩董，必然又是大功一件。我们等您。竟然真是冒充的，这些人为了虚荣心，真是什么都能做出来。连大夏首富都敢冒充，这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怎么，听清楚了？我父亲马上就赶过来了，还要把你们交给韩董事长亲自处置。这下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们了。你最好让他快点来。臭老头还在这装呢！一会儿我岳父大人来了，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还有你这个胆大包天的贱人，跟着一起死吧！爸，你真的是韩振远吗？倩儿，如果我不是什么大夏首富，不过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你还会认我这个父亲吗？父亲就是父亲，与富贵贫贱有何关系？不管您是大夏首富还是街头乞丐，都是我的父亲。好，不愧是我韩振远的女儿。只可惜你一片真心错付了一个忘恩负义、猪狗不如的畜生。你这个畜生，你真以为凭你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能担得起天盛集团10个亿的项目吗？凭借世贤的能力，确实达不到天盛集团的要求，但他背后站着的是我父亲，是我沈家。我父亲说他担得起，他就担得起。哼，天盛集团姓韩，不姓沈。沈建安一个打工的，也配替我做主？你该不会要大言不惭，这10亿订单是你给我儿子的吧？不错，就是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我亲自下令赏给她的。你是老糊涂了吧？世贤接下这10亿订单的时候，你跟这个贱人还没相认呢。
你连她是不是你女儿都不知道，就为她大手一挥，许诺10亿订单，谁信啊？是啊，时间根本对不上啊。这下算是露馅了。是啊，爸，在那之前亲子鉴定还没出来，你好像还不知道我就是你女儿吧？我当时确实无法确定你就是我女儿，可那天早上，我却从你身上感觉到了女儿般的温暖。16年啊，我对你的思念锥心蚀骨，就算最后验证你不是我女儿，为了这刹那的温暖，付出这10亿订单也值得了。爸，编，接着编。你自己好好回想回想，1个月前项目招标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已经跟你父亲力罪过宋世贤？可你父亲坚决不同意。你怎么知道的？但就在前天晚上，你父亲接到一个电话后，立马改口，不只要把项目给宋世贤，还从1亿追加到了10亿。谁告诉你的？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这是我吩咐的沈建安，我自然一清二楚。胡说！你胡说！我爸马上就要来了，你竟然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来人，给我把他的凳子撤了，让他跪着倒！我看谁敢！还有这个贱人，给我把他的腿打折，让他一起跪！沈总到！沈总竟然真的来了，这下事儿闹大了。哼，你看呐，看这卖包子的如何收场。爸，你终于来了。人呢？让我看看哪个混蛋活腻了，竟然敢冒充韩董。他就是他。沈建安，才1天不见，你胆子就这么大了，连自己的主子都敢骂了。老东西，我爸都来了，你还敢狂劳乱吠？爸，你先赏他2个耳刮子。他敢吗？还敢吗？我爸伤不死你。爸，你怎么了？岳父大人，您是不是绊倒了？哪个混蛋铺的地毯？还不快把我父亲扶起来！滚开！属下沈建安拜见董事长。董事长，这其貌不扬的老人家真的是天盛集团董事长？大夏首富竟然如此朴素！爸，你看清楚了吗？这个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是韩董事长？放肆！这位就是天盛集团的董事长韩振远，韩董，千真万确。沈建安，你这位千金可是跋扈的很啊！仗着你在江省的权势地位，不止强抢我女儿的未婚夫，还要将我女儿和我女儿的朋友赶尽杀绝。何止呢？他还要让董事长跪在他面前呢。你这个胡作非为的义女，还不快过来给韩董磕头赔罪！您聋了吧？赶紧给我滚下来！董事长，我错了，刚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我要是知道您的身份，打死我也不敢对您出言不逊啊！董事长，老婆在我耳聋眼花，冒犯大局，我该死，该死啊！对不起，董事长，是小女我有眼无珠，冒犯您了。你们该赔罪的不是我，
而是我女儿。董事长，董事长，哪个是你女儿？这位便是。你是宋世贤那位卖包子的未婚妻？不错，她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是我韩家的大小姐。小人见过大小姐，我女儿冲撞大小姐，罪该万死，我替她跟您赔罪了。倩儿，我错了，我知错了，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是啊，儿媳妇儿，婆婆我糊涂啊。我给你磕头了，求你原谅我这个老婆子吧。倩儿，我爱你，我内心一直最爱的都是你。你也配提爱我？你爱我，你爱我，你会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你知道我一开始为什么接近她吗？是为了你，是为了我们俩的未来啊！为了我？我知道我出身低微，可是我又想给你最好的生活。在创业初期，我屡屡碰壁，为了尽快成功，我便故意接近沈爱丽，想要借助她的家世背景助我青云直上。本打算创业成功了，我再一脚踹了她，跟你结婚。宋世贤，你这个混蛋！那你如今创业成功了，为什么抛弃的反而是我？是我该死！跟沈爱丽相处的过程中，我被他们家的权势、财力所迷惑，一时间鬼迷心窍，才做了这种糊涂事。可我对天发誓，虽然我一直讨好沈爱丽，对她百依百顺，但我从没有一时一刻真正的喜欢过她。我贪恋的只是她的家世背景，我内心深爱一直都是你。宋世贤，你这个王八蛋！是谁口口声声说今生最爱的是我？我不那么说，你会跟我在一起吗？你这个混蛋！我杀了你！小姐，小姐，混账！董事长面前也敢造次！儿媳妇，你也听到了，世新不过是一时被金钱、权力糊了心智，做了错事。可他心里一直装的都是你啊，他对你的感情是不容置疑的，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好吗？妈，我知道我错了，但我必须做个了断。倩儿，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个午后吗？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躲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花海吗？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瞬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大小姐，这种男人不可原谅啊！倩儿，我们终究只是个局外人，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有你自己最清楚。这是江省的10亿项目签约书，是否原谅他？我希望由你自己来做主。倩儿，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倾其所有对你好。对不起，你的好太廉价，我不需要。不管你是为了财富权势，还是因为感情出轨，在我眼里都一样，一次背叛，永生相弃。宋世贤，我韩青要的是唯一。不要！从今以后，你我之间再无半分瓜葛。董事长，沈建安怎么处置？沈建安打着我天盛集团的名号，横行江省，为祸一方，并且纵容女儿欺压民众，嚣张跋扈。从即刻开始，开除出天盛集团，并且追查其任职期间贪污受贿、公权私用等一切责任。董事长，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您就高抬贵手饶我这次吧。怎么会？我可是千金大小姐。
把他们拖下去吧，我不想看到他们。董事长，我可以将功赎罪。您知道当年派人掳走大小姐的幕后主使是谁吗？你知道是谁？我说出来，您可饶我这次吗？哪有你讨价还价的余地？不想死就快说！是您的爱人李婉容，黎夫人。你放屁！韩总跟黎夫人伉俪情深，况且黎夫人虽是继母，但自小对大小姐呵护备至。众所周知，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儿？属下绝对没有撒谎，这一切都是徐妈亲口告知的我，我有录音为证。徐妈，就是当年因为丢失小姐，被夫人赶出韩家的那个徐妈？不错，其实一切都是他和夫人串通好的。他故意带大小姐去摘花，早就埋伏好的人手，趁机把大小姐劫走。随后黎夫人借此将徐妈赶走，实际上是给了徐妈一笔封口费，让徐妈远走高飞。那徐妈又为何告诉你这一切？她怕夫人杀人灭口，甚至牵连她的家人，所以便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我。作为交换，我答应帮她保护好家人。那你为何不早跟我汇报？夫人身为天盛集团第2大股东，支持者众多，属下有所顾虑啊。混账！董事长，您息怒，他说的是真是假还不一定呢。我可以跟黎夫人当面对质。谁要跟我当面对质啊？沈建安，你要跟我对视什么？我现在来了，你怎么不说了？婉容，你怎么也来云城了？你自己来，我不放心，特地跟了过来。这位就是沁儿吗？16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沁儿，这是你黎阿姨，还不快叫人？要不要叫她，取决于沈建安话语的真实性。如果是他害我们父女俩鼻3 16年，那我不止不会叫他，还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哦，沈建安，你说16年前是我指使人将沁儿掳走的？沈建安，你别怕，有我在这里，你尽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必须实话实说，不放过任何一人，也绝不冤枉任何一人。我也是听徐妈说的，她亲口告诉我，是你派人将大小姐劫走的，并且告诉那些人要将大小姐毁尸灭迹。原来师傅当年说的是真的，如果不是他救下我，我就被歹人给害死了。只可惜我找的这帮人全是贩子，竟然让你这个死丫头活着回来了。说什么？真的是你干的？你是上了年纪，耳聋眼花了吗？连话都听不清楚了？你说什么？夫人，你怎么能这么跟董事长说话？我怎么说话？轮得着你个狗腿子来管吗？你为什么要派人将我掳走杀害？我有得罪过你吗？你的存在就是对我最大的得罪。这个老糊涂，竟然要将整个天盛集团交给你这么一个小丫头，那我和我国爱的儿子怎么办？企业掌管者向来能者于之，与男女无关。
我虽打算将集团交给沁儿，可并没有委屈过你们母子。是，这些年你是给了我不少股份，可我想要的是整个天盛集团。所以，为了你的一己私欲，你就命人把我掳走，害我父女生生被拆散了16年。我真没想到，你贤惠的外表下，竟然藏着一副这么歹毒的心肠。自打你进入我韩家家门，沁儿便对你礼貌有加，甚至拿你当亲生母亲，却能如此狠心，痛下杀手。这也怪不得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一个蛇蝎毒妇！好在我现在终于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一切还为时不晚。我不只要将你踢出韩家，踢出天盛集团，更要让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不好意思，已经晚了。要被踢出天盛集团的人是你。你说什么？韩董，身为董事会成员，我们已经自愿将名下股份转让给李总，他现在是天盛集团的第1大股东。另外，我们已经召开过董事会，鉴于你之前私自利用公司名义从银行套取巨额借贷，给公司造成巨大亏空的非法行为，我们一致同意免去你董事长的职位，由李总代任，并且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说什么？听不懂吗？你现在已经不是董事长了，并且你下半辈子只能在牢狱中度过了。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混蛋！董事长借的钱不全都用来解决公司危机了吗？当初事态紧急，根本来不及召开董事会，但他早就跟你们打过招呼了。为此，董事长还押上了全部身家。要不是董事长，天盛集团早垮了。你说用到公司身上就用到公司身上了，证据呢？只要没经过董事会，就是私自操作，他就等着坐牢吧。你这个毒妇，真没想到我韩振远英明一世，到头来竟养虎为患。这么多年我对你的好，反倒全部化成你射向我的利箭。爸，别担心，有我在呢。女儿早已不是那个柔弱的小女孩，已经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您。无论多大的风雨，这次我来替您扛。你来扛？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来之前我早就知道了，你就是个卖包子的野丫头。你爸欠了几百个亿呢，你就是卖10辈子包子也还不上。沁儿，爸对不起你。离散16年，爸本想倾尽所有的补偿你，但万万没想到你刚回来，爸就落到了这步田地。没关系，我需要的本来就是疼我爱我的亲人，不是那些冷冰冰的金钱权势。可是没了这些财富，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正所谓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亏我还会求了你那么久，简直是浪费感情。贱女人，给脸不要脸！现在你想原谅我们，我们也不需要了。我早就知道，你们贵的是我首富千金的身份，而不是我韩沁这个人。你们母子俩真让人恶心。你还算有自知之明。李总，您早点来就好了，我们就不用费力演戏讨好这个贱货了。李总，这么多年我都没把您的秘密说出来，足见我对您的忠心。您看今后我能不能投靠到您手下效力，在下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这话倒也不假，要是你早把这个秘密告诉韩振远，我也不会有今天。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干吧。多谢李总，多谢李总。哼，你这个叛徒！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哼！你这个千金大小姐的身份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没2分钟就被打回原形了。这就是你的命，说明你一辈子都只能当只卖包子的土鸡。而本小姐依然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而且永远都是。对，艾丽，你才是真正的天之娇女，要不我怎么会选择你？你个2面3刀的墙头草，还有脸说？
我刚才求他不也是为了你吗？我不骗得他信任，怎么替你和伯父求情？当真？这么多年，我对你如何，你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从这个卖包子手里拿来的钱，可全都花给你了。你们两个，一个卑鄙，一个无耻，还真是天生一对。你现在肺都快气炸了吧？但是又有什么用呢？你的父亲已经不是首富，你也已经不是首富千金。别这么说，人家还是首富千金，只不过是负数的负。你笑什么？我笑你们两个井底之蛙。你们眼中高不可攀的首富千金身份，在我眼里根本就不值一提。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许我还有一个更加高贵的身份？你刚才说我父亲欠公司多少钱？几百亿。算了，不管是100亿还是999亿，我都替他还了。你在这说胡话呢？几百亿呢？你拿什么还？拿命吗？但你这条贱命，连利息的零头都不够，就是说胡话呢。肯定是一下从天堂跌到地狱，被刺激的精神都出问题了，才说出这种疯话。真是个疯女人，风大也不怕闪着舌头。几百亿啊，你知道是什么概念？砸死100个你都用不完。你们这群垃圾拿不出来，不代表我拿不出来。青儿，你个野丫头，看来对钱还真是没概念。能拿出几百亿的人，放眼全国也只有2个人能做到，一个是南疆之主镇南王，另一个就是那位被誉为天上仙的摘星宫公主。你是镇南王吗？你不是。你是摘星宫公主吗？好像也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你说你是镇南王，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我看你是魔怔了吧？这句话全天下都没几个人有资格说。他们没资格说，不代表我摘星宫公主没资格说。疯了！你这个野丫头真是疯了！竟然连摘星公主都敢冒充！青儿，千万不可胡说，摘星宫那可是大夏禁忌。好你个胆大包天的韩信，冒充谁不好，竟敢公然冒充摘星宫公主，这下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够砍的。竟敢冒充摘星宫公主，这真是太岁头上动土，找死啊！就连国主对摘星宫也得礼让三分，他竟然敢如此亵渎摘星宫公主，真是大逆不道。韩沁，你自己作死，这下神仙下凡，只怕也救不了你。我女儿一时失言，大家都别往心里去。一时失言，我们可都听得一清二楚。他就是故意冒充摘星宫公主。不错，他分明是故意的。为避免今日之事波及到我建议大家一起作证，直接将他交给摘星宫发落。对，今日之事与我们无关，是他自己冒犯摘星宫。我愿意作证，我也愿意作证，我也愿意作证，我也愿意作证。你们当真是墙倒众人推啊！爸，你别怕，我说的是真话，相信我。好，爸相信你。我女儿之罪，就是我韩振远之罪。今日我陪我女儿一同赴死。李总，我听说镇南王已经拜入摘星宫麾下，可以直接将这2人交给镇南王。好，就将他们交给镇南王处置。镇南王不过在我左右特使麾下效力，也配处置我？你这个疯丫头真是疯话连篇！等我将你绑到镇南王面前，看你还如何嘴硬！来人，将他给我拿下！镇南王携彩金鸳鸯1对，龙凤玉璧1双，恭贺2位新人百年好合。见过镇南王，见过镇南王。
不行。诸位不必多礼，我与你们一样，也是来恭祝两位新人新婚大喜的。恭祝两位新人。今日不是宋世贤宋先生跟他未婚妻的订婚宴吗？啊，对。镇南王大人，您今日是专程为在下的订婚宴而来。你就是宋世贤宋先生，恭喜呀！没成想您跟摘星宫有如此关系。摘星宫，老沈，你这新女婿跟镇南王大人竟然还有交情。这几位是？世贤，还不快介绍我们给镇南王大人认识？哦，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沈爱丽。你就是宋先生的未婚妻啊，好一个碧玉佳人，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绝配啊！这位是我的准岳父沈建安沈总，这位是天盛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李婉容李总。幸会。幸会，幸会，幸会。真没想到，他们跟镇南王都有交情，这下我韩家是彻底无力回天了。不见得。镇南王，你好像还没弄明白，今天到底是为谁而来吧？你说什么？倩儿，不可对镇南王无礼。镇南王大人，您来的正好。此人冒充摘星宫公主，我们正要将他交给您处置。什么？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竟敢冒充摘星宫公主！你好大的胆子！何止呢？他还侮辱您，说您给他提鞋都不配。好一个舌尖嘴利、不知轻重的小丫头！请您息怒，小女并不是有意冒犯您的，实在是家境骤变，导致小女有些接受不了，一时神志错乱，才会说出这种话。我们刚才看得清清楚楚，他清醒。不错，依我看，他只是在装疯卖傻。宋世贤，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女儿怎么说也跟你交往了3年，供你吃供你喝，你当真一点旧情都不念，非要赶尽杀绝吗？并非我宋世贤无情无义，只怪他胆大包天，公然侮辱公主和镇南王大人，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他冒犯我也就罢了，我可以不与他计较，但冒犯摘星宫公主实属大逆不道，我也无权饶他，必须将其交给公主尊上亲自处置。来人，将其拿下！拿我？我问你，你今日来送贺礼，可是奉了飞龙白凤之命？你怎么知道？飞龙白凤，谁呀？这么大来头，竟然吩咐得动镇南王。据我所知，好像是摘星宫的人，连镇南王都拜入了这两人麾下。原来如此。我再问，飞龙白凤让你来，是给谁送贺礼？当然是给宋世贤宋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只跟你说了宋世贤，没告诉你宋世贤的未婚妻姓甚名谁。这个倒没有。看来飞龙和白凤是不想暴露我身份。还需要告诉名字吗？既然是送给世贤的未婚妻，那自然世贤说是谁就是谁。就是，镇南王大人分明是冲着我来的。不错，我就是冲宋先生而来。飞龙白凤两尊使告知我，宋先生是摘星宫的朋友。啊！我既然能得摘星宫赏识，真是受宠若惊。你本来不只可以获得摘星宫赏识，
甚至还可以与本公主相伴相随，一生一世。但这一切全部都止步于今日这场订婚宴。臭妮子，你还在这装上瘾了？你们没听到镇南王大人的命令吗？还不快把这个满嘴胡话的疯丫头拿下！你不认得本公主，但你总归认得这块玉牌吧？这不是我送给飞龙白凤2位特使的玉牌吗？不错，他们又转献给了我，说我有任何需要，可凭此玉牌吩咐你。他们给了你？他们应该告诉过你，本公主隐居在这云城吧？你真的是摘星宫公主？镇南王大人，你可千万别被这个小丫头骗了。我虽然不知道这玉牌是何物，但我来之前命人详细调查过她的背景，她就是个卖包子的。不错，我与她朝夕相处整整3年，对她的一切了如指掌。她是韩振元女儿这件事还算情有可原，但她绝不可能是什么摘星宫中主，否则我怎么可能一点都未察觉？你此话当真？在下愿以性命起誓，她若是摘星宫公主，我便即刻自刎当场。你真是一遍遍刷新我的认知，我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人渣？禀镇南王，属下之前去恭送飞龙白凤2位特使时，确实看到他们俩一大早进入了一家包子铺，这玉牌很可能是他们吃早饭时遗落的。大胆！你捡拾到特使的玉牌不归还不说，还敢冒用公主的名义欺骗本王，其罪当诛！你这么蠢，是怎么被飞龙和白凤瞧上的？你臭丫头，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你既然拜入我摘星宫，那飞龙和白凤应该让你见识过摘星手和流云步。你会摘星手和流云步？能摘你扣子，也就能取你性命。摘星手，流云步，你真的是摘星宫公主？这属下拜见公主。拜见公主大人。这怎么可能？她不就是个走失多年的野丫头吗？怎么可能？她竟真是这等大人物！你不说她不是吗？你不说对她了如指掌吗？完了，得罪了摘星宫，这下我们宋家是彻底完了。老婆子，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啊！错失这么好的儿媳妇，我悔呀！韩董，大小姐真的是摘星宫公主，这下我们韩家有救了。青儿，爸，我说过，我早已不是那个需要你保护的小女孩，现在的我有能力替你遮风挡雨。好，太好了，水星居然就是摘星宫盟主，我们跟摘星宫盟主一起摆了3年摊儿，一会儿必须得拍照照。诸位请起吧。青儿，你刚才不说我若是摘星宫公主，你就立地自刎吗？是个男人，你就说到做到。若贪生怕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你要再敢吐出半个字脏我的耳，
我立地将你碎尸万段！报应啊！这是我们娘俩的报应啊！公主，我们真是瞎了狗眼，不识公主天颜，求您饶我一次啊！公主大人，我下贱，我该死，我不该跟您抢这个渣男，求您大人大量原谅我这一次吧。以你们的身份，还不配被我发落。不错，你们几个还不配劳宗主大人费心，就由我好好跟你们算算账吧。我让你们尝尝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韩董，我们不是故意要背叛您的，是李总不，李婉初他拿我儿子要挟我的。是啊，韩董，我们也是被逼的。我这就回去联合董事会所有人，停止对您的追责，并且重新恢复您的董事长职位。两个狗东西，白瞎韩董这么多年对你们的栽培之恩。哼，两个脓包，看你们那怂样，直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死不认错。我有什么错？要不是这个小贱人，今天败的就是你，不是我。小贱人，你赢了，为什么不把我一起抓走？因为我要亲自跟你算账。亲自跟我算账？这一巴掌是替我爸打的。你，这一巴掌是为我自己打的。你不要过来！该打，该打！董事长，爸，你怎么了？老东西，10年了，我给你下了整整10年的慢性毒，今天你终于毒发了。你说什么？你给我爸下了毒？不错，这个老东西身体真好啊！本来8年就能毒死人的毒，他硬扛了10年。解药呢？我问你解药呢？毒入肌骨，无药可解，他只能陪我一起死了。毒妇！爸，倩儿，真是造物弄人！没想到你我父女逼散16年，历经千难万阻，终于见面，却也是最后一面。爸，不会的，你一定会没事的。小李，董事长，我在。还记得16年前我立下的遗嘱吗？若有一天寻回大小姐，便将一切托付给她。您放心，董事长，我一定办好。倩儿，往后余生父亲陪不了你了，你要照顾好自己。爸，你醒醒！快备车，去医院！白凤，立刻带上摘星宫的仙灵草赶来云城，能有多快就多快。怎么样？公主别担心，服下仙灵草后，韩董暂时不会有大碍。但这毒已经在体内10年之久，侵入肌骨，仙灵草只能暂时延缓，却无法根治。什么？连仙灵草都不行？那我父亲岂不是没救了？还有一线希望。据我所知，江省一位老中医手中有一颗祖传的灵药，名为还原丹，应该能解韩董身上的毒。
好，那我这就去找他。可据说这老中医极为固执，而且还元旦又是他们家的祖传至宝。不管谁去求药，豪掷再多的金钱，以再大的权势压他，他都宁死不从。就算您去求药，只怕也是难上加难。不管多难，我也一定要把药拿到手。爸，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的，绝不会。白凤姑娘，你说的那位老中医可是姓江名仲庸，有位孙子叫江晨明。你怎么知道？整个江省谁人不知？那江晨明那可是少有的人中龙凤，商业天才，不到20岁就创立了一家100亿集团。您父亲当初还说过，如果找到你，定要撮合你和江少爷在一起。也只有这种青年俊才才能配得上您。江晨明，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多谢仙子救命之恩，我叫江晨明，敢问仙子如何称呼？3年前他去爬了趟景灵山，回来后就有些不正常了，仿佛失了心智般。这几年又去了景灵山不下100次，每次回来都失魂落魄，萎靡不振。最近更是告诉他爷爷要去景灵山出家。这倒是怪事，难道是当初他跌落山崖，吓掉了魂儿？唉，一个天才就这么废了。公主，这仙灵草最多能延缓毒发3日，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赶紧去求药吧。好，备车，去江家。混账，混账啊！非要去景灵山找什么仙子？这世上哪有什么仙子啊？我江家就这一棵独苗，当了和尚岂不是要我江家绝后？这个不孝子孙！老爷，小少爷还是不肯进食。孽畜，这个孽畜！你就是饿死自己也得饿死在江家。你要是不打消出家的念头，我就不可能放你出这个家门。爷爷，我意已决，心若磐石，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我知道，以我的身份，配不上那位仙子。既然爱而不得，那我就去景灵山陪她终老。你这个孽畜啊！你想出这个家门，除非我这把老骨头化成灰之后。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去敲门。是。老爷，外面有2位女士求见。什么男士女士，一概不见。对不起，2位，我们老爷身体不适，今日闭门谢客。不是，我刚才听他骂他孙子骂得挺大声的，可不像不是。你告诉他，摘星宫前来求药。哎，摘星宫又如何？别人怕你们，我可不怕你们。你们就算拆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绝不会把药给你们。竟然连我们摘星宫也不放在眼里，好大的胆子！算了，是我们有求于人家，不可莽撞。
请等一下，能将你们家少爷江晨明的住址告诉我吗？我是他的朋友。我们小少爷被我们老爷锁在楼上呢。好吧，那我们先告辞了。爷爷真是太小瞧他孙儿了，就这也想困住我？你怎么走路的？不好意思，我太着急了。算了，白凤，人没事就好，让他走吧。这个孽畜竟然私自跑出来，这是要我的老命啊！公主，是江仲雍。江老先生，您好。你是？老爷，这就是刚才去我们家的2位小姐。们就是刚才在我家门外自称摘星宫的2人。不错，在下韩沁，是大夏首富韩振远之女，家父身中剧毒，特地来跟老先生求学还原丹，求老先生救我父亲一命。原来你就是韩振远失散多年的女儿。说起来，我跟韩振远还算有些交情。如果你不提摘星宫的名头，我或许会考虑。但你摘星宫仗着自己的权势背景，屡次3番逼压于我，强取豪夺，老头子我就是死也难以从命。江老先生，我今天是第一次登门拜访，何来屡次3番逼迫于您？而且我是好言相求，又何来的强取豪夺？韩姑娘可真是位装糊涂的高手。江老先生，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那你就回去问问你们的摘星宫公主。摘星宫公主？您是说摘星宫公主曾逼迫你交出还原丹？你告诉她，这还原丹我是绝不可能给她的。她要是想取我老头子的命，尽管来拿便是。若她敢动我的家人，那我就跟她拼个鱼死网破。我老头子没能力拿她怎么样，但我可以动用全部人脉，广告天下，让大夏子民看清他伪善的真面目。哼，让他声誉扫地，臭名昭著。他刚才说的些什么啊？您今天不才第一次来吗？什么时候逼过他了？难道是说有人打着我的名头，来逼迫过江老先生交出还原丹？有可能，可是谁敢如此胆大包天？我不管是谁，你立刻吩咐手下人，给我把这个人查出来。是。对了，你刚才听没听到江老先生的话？他说谁私自跑出来了？莫非是他的孙子？我听到了，肯定说的他孙子。莫非刚才跑出来的那个人就是江晨明？应该是。快上车追！这下爷爷应该追不上来了。江少爷，我们去你公司堵了半个月没堵到你，没成想来你爷爷家转了没几天就抓到你了。给老大拍个视频发过去，就说江家少爷被我们抓到了。你们是什么人？你们要做什么？别怕，
们就是想请你去我们那儿做客。兄弟们，还不快把江少爷请上车！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暗算老子？你们5个大男人欺负一个欺负另一个大男人，成何体统？哟，两位美女真是人间极品啊！你说的对，哥几个跟男人玩没意思，要不你们陪哥几个玩玩啊？两位姑娘快跑，他们不是好人。江少爷，我们就不劳你担心了，要跑的是他们。你们认识我？嘿嘿，姑娘这话说的可不对，两位姑娘长得天姿国松，哥几个怎么舍得跑呢？敢打我们老大，找死！怎么样？现在还舍不得走吗？没玩够，姑奶奶就再陪你玩玩。舍得了，舍得了，求姑奶奶饶命，饶命！那还不赶紧滚！两位姑娘，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你们又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这位姑娘，我看你有些面熟，我们之前有在哪儿见过吗？在将冒用我身份之人揪出来之前，最好还是先不要报人。我看你也有些面熟，可能在哪次企业招标会上有过一面之缘吧。原来如此。你刚才问我们他们是谁，难道你不认识这几个人吗？不认识啊。那他们为啥抓你？我不知道啊。坏了，他们该不会就是逼迫江老爷子交出还原单的人吧？刚才是我武断了，早知道就不该放他们走。无妨，他们既然觊觎还原单，就肯定还会再去江家。我想起来了，你们是刚才在我爷爷家小区的那两位姑娘。你们去找我爷爷，莫非也是为了还原单？不错，我们刚才救了你一命，你是不是应该报答我们？你们是想让我去帮你们问我爷爷要出还原单？可那是我们江家的传家宝，我爷爷……江少爷，我知道这有些强人所难，可我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父亲身中剧毒，只有还原丹能解，还请你能伸出援手帮帮忙。我韩宁日后必定重谢。重谢就不必了，反正我都要跟这红尘俗世告别了。不过这位姑娘说的对，你们确实救了我一次，而且你们求还原丹也是为了救人，那我就帮完你们再去出家吧。多谢。韩总，冒用您身份的人已经查到了，名叫秦武，人称秦五爷，在江省颇有势力。是我们的人吗？算是，不过只是个外围人员。
等拿到还原丹再处置他。是。我早就说过了，想我把还原丹交给你们，门儿都没有。江老爷子，我跟你说过，这还原丹不是我想要，而是我们摘星宫公主想要。你知道得罪了摘星宫是什么后果吗？后果？老头子，我今年70了，我怕什么后果？你们要想我这条老命，尽管拿去就是。你个老不死的，命才值几个钱儿？你不怕死，那你不怕你孙子死吗？你说什么？动我孙子？你敢？哼，在江省还没有我秦五爷我干的事儿。好好看看，你孙子已经被我的人请去做客了。你把我孙子抓到哪里去了？你孙子在哪儿，完全取决于你。你要是冥顽不灵、固执不化，死守着你那颗还原丹，那你孙子就会出现在江省的兰江里，说不定等你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被鱼啃掉了半个身子。当然，如果你现在就交出还原丹，那你孙子很快就会完完整整的回家来，出现在你面前。得，既然在你心里还原丹比你孙子还重要，那我也就不强人所难了。回头你去江里找他行了，我没说不给。这才对嘛，一颗丹药哪有自己的亲孙子重要？我把还原丹交给你，你真的会把我孙子放回来？我与您孙子无冤无仇，要不是我们公主非看上你手里这颗还原丹，我也不会出此下策。您把丹药给我，我保证他毫发无伤。还原丹所用君药为罕见的千年雪参和百年林中灵，你们一验便可知真伪。好，多谢江老。想拿着还原丹，你还不配。明儿，你没事吧？你不是被他们抓走了吗？是这两位姑娘救了我。是你们？你们跟秦武不是一伙的吗？他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们一伙？你就是秦武啊！本想过后再跟你算账，没想到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抢老子的人还要跟老子算账，小丫头片子，你真是不知死活！在江省还没人敢跟老子这么说话呢！来人，给我打断他们俩的腿，让他们俩先学会跪着跟老子说话。他们不都是摘星宫的吗？怎么自己打起来了？白凤，闪开！摘叶商人，你是什么人？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老子都是你们得罪不起的人。摘星宫听过吧？老子是摘星宫的人，而且这次是特地为摘星宫公主来办事的。摘星宫公主命你欺压良善，绑架勒索，强取豪夺。那是因为这个老东西不识好歹。我们公主托我问他索要还原丹，是瞧得起他。他不止不给，竟然还敢辱骂我们公主，我自然得让他
尝尝老子的厉害。哦，是摘星宫公主亲口托付你的？因为这件事儿，我还有幸被公主亲自召见。是吗？那我怎么不记得我召见过你？更不记得我亲口命令你来抢这还原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个什么东西？大胆！这就是你口中的摘星宫公主？你说什么？你们说自己是摘星宫公主就是摘星宫公主啊？那我还说我是玉皇大帝呢！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白凤令，你是摘星宫白凤特使？鄙人摘星宫公主。她竟然是摘星宫盟主！能让本特使随侍左右的，除了摘星宫公主，还能有谁？公主大人，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当着姜老爷子的面儿，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到底是不是我让你来勒索这还原丹的？不是，绝对不是，是我觊觎还原丹，狗胆包天，冒用公主大人的名义私自行事。姜老爷子，您都听清楚了。看来是我信了这小人的谗言，错怪公主大人了。从即刻起，你被逐出摘星宫，但在此之前，需领100鞭叉责罚，你可有异议？没有，多谢公主大人饶命。赶紧滚回去，自领宫规严罚。是。我虽没让秦武帮我索要还原丹，但我这次亲自前来，也确实是为了还原丹。还原丹？你要他做什么？爷爷，要不是韩小姐，我早就被秦五爷的人抓走了。你看在他救了我一命的份上，就把这还原丹给他吧。闭嘴！既然是传家宝，那早晚都得传到我手里。我现在就替未来的我做主了，把这还原丹赠与韩小姐。你这个孽畜！爷爷，韩振远、韩董身为商业巨擘，是我敬重的偶像之一，你就用这还原丹救他一命吧。更何况，这还原丹看似珍宝，实际却贻害无穷。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害得我们家不得安宁。今日秦武走了，说不定明日又有秦六、秦七来了。到头来，还原丹不止保不了江家不说，反倒惹来灭顶之灾。听听，你还不如你孙子明事理。罢了，你说的对，这还原丹早晚是你的。既然你想把这还原丹当做定情信物送给韩小姐，我老头子也只能答应。什么？定情信物？爷爷，你胡说什么呢？我和韩小姐才第一次见面。若不是定情信物，我才不可能答应呢。爷爷，我早就说过，我心有所属。既然我不可能娶到爱的人，那我就去景灵山，以另一种方式伴她一生一世。江少爷，你去景灵山是为了一个姑娘？准确的说，是一位仙子。仙子？我们摘星宫也在景树山建有分部，我从不知道山上还有什么仙子。我也没见过。就是，我早就说过，这世上哪有什么仙子，这个孽畜就是不听。如果不是我亲眼得见，我也不会相信。你还亲眼见过？不只见过，他还救过我一命。莫非他说的人就是我？江少爷，一个才见过半面的人，就让你如此钟情，是不是有些太没有理由？韩小姐，一见钟情需要理由吗？若是需要，又怎么能叫一见钟情？
更何况，喜欢一个人本就可以与外貌无关，只因为那种感觉刻骨铭心。虽然3年来我未曾见过他一面，却已经深爱了他上千个入夜。所以，为了这么一个虚无的人，你情愿放弃世间所有女子，搭上自己的一生，出家当和尚？他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无法相见而已，何谈虚无？这世间万千女子，在我心中都不及他千万分之一，所以又何来搭上我这一生之说？我不过救了你一次，你就深爱了我3年。可有些人，我爱了他3年，付出了全部，却只换得被恩负义。韩小姐，既然还原丹我已替你求到，那我就告辞了。以后来景灵山玩，可以来景灵寺找我。你这个孽畜！爷爷，保重。若是我要你留下呢？韩小姐，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你身为大夏首富之女，又是万人敬仰的摘星宫中主，不管是家世样貌还是才华能力，都强我10倍。可我对你心中只有敬意和感激之情，我的爱全留给他一人了。若是我要你留下呢？若是我要你留下呢？仙子啊！当日我救你之后，你说你叫江晨明，问我如何称呼，我还未回你，今日便正式的告诉你，我姓韩，但单名一个沁字。韩，是你，真的是你，你就是那日救我的仙子。现在，江少爷还想去景灵山出家吗？不去了，不去了，打死我也不去了。孽畜啊！养了他20几年的亲爷爷，还不如一个只见了1两面的小姑娘说话好使。韩小姐，敢问你可有婚嫁，可有男友？之前有，昨天以后就已经没有了。太好了！行了，带上你的定情信物，我们去救你的泰山大人吧。爷爷，你胡说什么呢？多谢江老太爷。服下还原丹2日，韩董体内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再休养2日，便可出院了。江老，这次能捡回条命，可多亏了您。日后韩某必定报答。哎，报答就不必了，只不过老夫有一事相求。哦，江老，不管你求我何事，我都会答应。但如果是关于我女儿的事，那就不属于我的事了，所以韩某无能为力。好你个韩振远，难怪都说你精着呢，你怎么比我还老狐狸？江老，时代变了，现在已经不流行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旧思想了。年轻人的事儿就交给年轻人自己处理吧。是啊，是我这种老家伙跟不上时代了。倩儿，你跟江少爷出去走走吧，我和江老有几句话要说。韩小姐，你以后有什么打算？还回摘星宫吗？不了，我把摘星宫一切事务都交给飞龙和白凤了。我小时候曾答应过我父亲，长大后要帮他分担工作压力，所以
我会留下来打理天盛集团。真的？那既然你还是单身，我能追你吗？可以啊，只要你能追得上。一天追不上你，我就100天；100天追不上你，那就用我全部余生。韩小姐，你这流云步也太快了。这就追不上了？刚才谁信誓旦旦地说要用全部余生的？我追得上，哪怕是一辈子，我也绝不放手。你认真的？青儿，我知道你刚经历过宋世贤的背叛，但我江晨明发誓，我绝不会像那个瞎了眼的渣男一样辜负你。3年的真心错付，确实让我不敢再轻易相信任何人。江少爷，誓言这种东西最是虚无缥缈。我韩亲恩怨分明，你赠要救我父亲，我感激你，但感情的事，我需要时间，也需要看你的表现。我明白，我不需要你立刻答应我，只要你给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让我留在你身边就好。好，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太好了！只是是交往，是交往也是交往。大小姐，出大事了！李叔，怎么慌慌张张的？大小姐，天盛集团内部乱套了。李婉容虽然被抓了，但她之前安插在董事室会的那些心腹，现在正趁着董事长住院，疯狂抛售股份。一群跳梁小丑，真以为我韩家没人了？不仅如此，在这一次，他们还联合了沈建安的余堵，把会议室堵了。他们扬言要重新选举董事长，企图彻底架挂集团。看来是时候回集团清理门务了。备车，回集团。是，车已经停在广场外了。抱歉，看来我们的事相往得先暂停一下了。天盛集团的内乱不只是武力能镇压的，商业上的事我或许能帮上忙。别忘了，我可是江省公认的商业天才。好，那江大天才就跟我走一趟吧。韩董现在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集团不能一日无主。我提议立刻重组董事会，由我暂代董事长一职。王副总好大的威风！我父亲还没死呢，你就急着篡位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刚找回来的大小姐。听说你这几年都在云城卖包子，怎么包子铺倒闭了，跑回集团混日子来了？王副总，请你放尊重点，这是韩董指定的集团继承人。继承人？天盛集团是市值1000亿的商业帝国，不是过家家。城南那个核心开发项目绝不能交到一个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的野丫头手里。看来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真以为我摘星宫的规矩是摆设。对付这种商业败类，脏了你的手，交给我。王副总口中的城南核心项目，是指那个资金链已经断裂，随时面临烂尾的烂摊子吗？你是谁？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江省江家江晨明。江家少爷，那个江省公认的商业天才。王副总，你联合李婉容暗中转移城南项目的资金，导致项目停滞，现在还想贼喊捉贼？你血口喷人！不仅如此，我还代表江家宣布，将注资100亿与天盛集团全面合作，
但合作的唯一条件是，天盛集团必须由韩沁小姐全权掌管。我支持大小姐接管集团。对，王副总中饱私囊，必须立刻开除，移交法办。这家伙在商场上倒真有几分运筹帷幄的帅气。韩董，我这份入职简历还算合格吗？勉强及格。李秘书，叫保安把王副总扔出去，然后准备签约仪式。是，大小姐。白天王副总虽然被赶走，但这账目上的窟窿绝对没那么简单。韩董，白天刚打了一场硬仗，晚上还要熬夜，身体可吃不消。王副总被保安扔出去的时候，眼神太镇定了，这不符合他贪生怕死的性格。看来我们的韩大小姐不仅武功盖世，商业嗅觉也很敏锐。你看这里，城南项目的资金链断裂只是表象，实际上有3笔巨额资金被化整为零，转入了几家空壳公司。他这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准备彻底掏空天盛的核心资金。你猜的没错，我下午动用了江家的情报网，查过这几家空壳公司。背后是谁？沈建安。他利用江省分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之便，早就和外部势力搭上了线。原来是他在江省一手遮天，暗中勾结王副总和李婉容。好一个沈建安，连我天盛的主意都敢打。别急，既然他们想玩阴的，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明天签约仪式上，我会高调宣布100亿资金入账，但暗中放出风声，说这笔钱是分期支付，首期只有10亿。这样一来，王副总和沈建安就会觉得天盛依然是个空壳。没错，为了彻底做空天盛，他们一定会动用所有杠杆资金，强行砸盘。等他们把所有底牌都压上桌，准备收网的时候，我们再把剩下90亿一次性砸进去，直接拉爆他们的仓位，冻结所有海外对接账户。瓮中捉鳖，我要让他们血本无回，连本带利吐出来。100天追你的计划，看来要在商战里度过了。那就要看江少爷的手段够不够硬了。夜深了，先把汤喝了，剩下的交给我。有他在身边，似乎也不错。昨晚的银耳汤效果不错，韩董今天气色极佳。江少爷的手段要是像熬汤一样好，今天这出戏就完美了。放心，网已经收紧了，就等鱼儿自己跳出来。李秘书，通知所有董事，立刻召开紧急董事会。是，大小姐。各位董事，如今韩董大病初愈，集团群龙无首，资金链更是面临断裂风险。为了保住大家的利益，我提议立刻将集团旗下3大核心业务分拆，引入外部资本重组。只要分拆协议一签，天盛的资产就彻底进我的口袋了。王副总真是好算计，拿我天盛的肉去喂你自己的狗。韩沁，你一个黄毛丫头懂什么商业运作？我不懂，李秘书，让他看看我懂不懂。这是你过去3个月内利用职务之便，将集团核心资金分批转移到5家空壳公司的全部流水账单。一派胡言，这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正常往来？这5家空壳公司的实际控股人全都是沈建安的远房亲戚。你就算查出来又怎样？资金已经出境了，天盛现在就是一个空壳。只要我一个电话，沈总的杠杆资金就会彻底砸盘，天盛今天就得破产。你打不通的。10分钟前，江家已经联合海外机构全面冻结了沈建安的所有对接账户。你们用来做空天盛的杠杆资金已经被我用90亿现金流直接拉爆。你们现在不仅血本无归，还倒欠了机构几10个亿。完了，全完了！大小姐，我错了，都是沈建安逼我的，
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放过你？你联合外人掏空我父亲心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放过天盛？立刻报警，将所有证据移交京深大队。另外，以集团名义正式开除王副总，保留追究其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明白。从今天起，天盛集团由我全权接手，谁若再敢吃里扒外，王副总就是下场。韩董今天在会议室大杀四方的样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这还得多亏了江少爷的90亿现金流，不然我这出戏可唱不下去。能为韩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为了庆祝这第一场胜仗，想去哪里吃大餐？既然你出了90亿，那这顿饭必须我请。小心！韩青，你让我们秦五爷吃了那么大的亏，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秦武的余孽，你们好大的胆子！少废话，给我上！男的剁了，女的带走！别怕，有我在！他明明不会武功，却连命都不要的护着我，找死！属下救驾来迟，请公主责罚，把这些垃圾清理干净，查出他们在云城的所有据点。是，属下立刻去办。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传我白凤令，调集摘星宫江省分部所有精锐。青儿，你要做什么？既然秦武的余孽还敢冒头，那我就让他们知道，摘星宫的规矩到底是谁说了算。启禀公主，属下已查明，刺客老巢正是秦武残党勾结的城南黑虎帮。黑虎帮不知死活，竟敢收留秦武余孽，还妄图对公主和江少爷不利。既然他们急着找死，那我就成全他们，全线出击。今夜过后，云城再无黑虎帮。谨遵公主法旨。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瞎了你的狗眼！这位是大夏第一势力摘星宫公主。公主饶命！都是秦武的余孽蛊惑我，我再也不敢了。敢动我的人，就要付出代价。废你双臂，以儆效尤。传令江省地下所有势力，任何人若敢再犯江家与韩家分毫，杀无赦。青儿，你真帅。走吧，这里脏了你的眼。事情都解决了，别太累着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我必须杀伐果断，否则根本护不住我爱的人。以前是你一个人扛，以后有我陪你。
陈明，谢谢你。陈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马上就到了，小心脚下。我可是摘星宫公主，闭着眼睛也能施展流云步，你还怕我摔着不成？公主大人武功盖世，但我这个未来夫君总得尽点心意吧。这几天父亲康复出院，天盛集团也步入正轨，难得有这样轻松的时刻。可以睁开眼睛了。这里是3年前我救下你的那个悬崖。没错，这里是我们宿命开始的地方。这3年来，我无数次来到景灵山，只为寻找那个惊鸿一瞥的仙子。陈明，但我感谢命运，让你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重新回到我的生命里。沁儿，无论你是卖包子的水心，还是高高在上的摘星宫公主，亦或是天盛集团的继承人，我江辰明承诺，将用我的全部余生去守护你的每一个身份。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曾以为自己要独自面对所有的黑暗，直到遇见了他。我愿意。姜老承让了，你这老狐狸，大病初愈出院没几天，下棋的手段倒是越发阴险了。哈哈，人逢喜事精神爽嘛。看来我那傻孙子终于得偿所愿了。是啊，沁儿吃了那么多苦，如今事业和武道隐患皆平，也该拥有属于他的幸福了。以后咱们可就是亲家了，天盛集团的股份是不是该给我孙子分点儿？只要他对沁儿好，整个天盛集团给他又何妨？哈哈哈哈哈哈！